你真的確定現在你看到的這一切是真實的嗎？我不是隨便嚇你，而是想讓你停下來想一秒。如果你周圍的一切，從空氣到星光，從記憶到情緒，都不一定是本來就存在，那你會不會突然覺得背脊有點涼？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，不是恐嚇，也不是神神叨叨，而是一個越想越離譜，卻越離譜越可能是真的問題。宇宙到底是誰做的？它有沒有制作者？我們是不是生活在某種被設計過的現實裡？如果你現在在想，哎呦，這是不是科幻片開頭？那很好，因為接下來我說的每一句話，你都會在腦袋裡自動冒出畫面，甚至懷疑自己昨晚做的夢是不是也被安排好的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問題來了，如果宇宙像程序，那編程的人是誰？好，現在我們終於能談到今天真正的大魔王——文明等級理論。這個理論不是玄學，是科學界真實存在、討論了幾十年的框架。它試着回答一個看似簡單，卻幾乎把人類智力炸開的終極問題：一個文明強到什麼程度，才能被稱為造物主等級？換句話說，你要強大到什麼程度，才能一念之間創造一個現實？這裡有7級文明，從接近零的我們，一路到可以隨手開宇宙的終極存在。別急，我們慢慢來。但我先給你一個心理準備，你聽到後面會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劇本，是不是你的一舉一動，甚至現在在聽我講話的這個動作，都早就被某個維度外的存在寫在檔案裡。我們先從最容易理解的地方講我們自己。人類現在多強？別說得太好聽，我們連1級文明都沒到。科學界幫我們算過，人類大概是0.7級左右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連地球的能源都沒完全掌握，電力不夠就跳電，颱風來就交通癱瘓，一場旱災就要限水，連地震也只能祈禱別發生。你看，我們連住的這顆星球都還搞不定，更別說去掌控它。那1級文明長怎樣？一句話，星球隨他們調，天氣想怎麼改就怎麼改，颶風想讓它停就停，要哪一區下雨就哪一區下雨，地熱、洋流、閃電、火山，通通用來發電。換句話說，一個1級文明面對自然災害的心情，就像我們看到停電通知一樣啊，又斷，有夠麻煩，但能處理。但重點不是天氣，而是1級文明代表行星資源被完全掌控。也就是說，這個文明不需要為了能源吵架，不需要為了資源開戰，不需要為了生存互相攻擊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人類很多問題不是技術問題，是人心問題。可悲的是，在1級文明面前，這些問題都算被解決掉的大前提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連邁向更高文明的第一道門檻都被自己的內耗卡住。不過你放心，人類算一算，如果不再內鬥，科技繼續往上推，差不多100-200年就能摸到1級文明門檻。聽起來好像很久，但放在宇宙尺度裡，這簡直像你泡一杯奶茶的時間。好了，重點來了，當1級文明把母星吸乾，下一步想要什麼？答案很簡單，那顆每天在天上曬我們，卻同時是地球所有生命之源的巨大能量庫。只要文明開始貪心，它一定會走向2級文明、恆星級文明。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，把母恆星的能量炸到滴水不剩。太陽每秒噴出的能量比地球上所有核彈同時爆炸還要恐怖無數倍。而2級文明做的事，就是把這股能量全部收走，全部用掉，一點都不浪費。怎麼收？用人類早就提出，但我們目前連材料都造不出來的可怕構造——戴森球。這個東西厲害到什麼程度？如果真的造出來，你看向太陽會看到什麼？什麼都看不到，因為陽光不會再露出來。外星文明如果造了戴森球，我們用肉眼不會看到太陽光，只會在紅外線那邊看到一顆過熱發燒的星。你想一下，太陽這麼大，你把它整個包起來是什麼概念？那就不是文明，是天神行為。當一個文明能夠把整個太陽收入囊中，它接下來還會滿足嗎？當然不會。一個連恆星都能握在手裡的文明，它的野心絕對不會停在這。太陽再怎麼大，也不過是一顆星。可銀河系裡有多少顆星？科學家估計至少2000億顆。
而且這只是保守講法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2級文明像是把一顆雞蛋吃乾抹淨，那3級文明就在準備整個雞舍一起端走。所謂3級文明就是星系級文明，他們要掌控的是一整個星系的能量總和。你沒聽錯，是總和。恆星在他們眼裡像柴火，星系中央那個超大質量黑洞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個天然發電機。他們隨意穿梭在星系之間，就像我們開車在高速公路，只是他們的高速公路可能是蟲洞，是折疊空間，是我們連想都不敢想的物理結構。你可能會問，那他們的飛船要開多快？我告訴你，他們可能根本不需要飛船這種東西，因為在3級文明的技術裡，他們搞不好連光速都懶得遵守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你能折疊空間，把2個點直接疊在一起，你根本不需要速度，你只需要一念之間，我想去那裡，你就到了。你以為我在開玩笑？量子力學早就告訴我們，微觀世界確實存在瞬間關聯。3級文明只不過是把微觀的規則玩到宏觀而已。但是講到這裡，問題來了，如果宇宙裡真的存在這樣的文明，那他們在哪裡？這就是費米悖論最陰森、最令人夜裡不敢關燈的地方。按照宇宙年齡，這些文明應該早就出現了。銀河系100億歲，你給一個文明1000萬、1億年的演化時間，那些概念本來就是宇宙裡的眨眼。邏輯上，星系裡應該早就布滿高級文明的痕跡，有的甚至可能把半個銀河系當成自己的後院。但是現實呢？安靜，整個宇宙靜到像有人按下靜音鍵，靜到你會懷疑是不是有人不讓我們聽到。為什麼科學界提出3種最可怕的可能？第一種，宇宙是黑暗森林，誰敢亮出自己的位置，誰就會被滅掉。因為高級文明不想冒風險，只要發現別人存在，就直接先手，這樣才安全。第二種，文明幾乎都死在過渡階段，也就是說，從2級到3級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文明篩選器，戰爭、失控的科技、能源爆炸、生態崩毀，只要犯一點錯，文明就直接歸零。第3種更恐怖，高級文明可能存在，但存在於我們看不到的維度，就像2維世界的人永遠無法看到3維世界的建造者。宇宙寂靜不是因為沒人，而是因為我們根本沒資格看到。講到這裡，你會發現我們開始離開物理層級，進入維度層級。因為從第4級文明開始，尺度已經不是星星、星系、能量這麼簡單了。4級文明掌控的是整個宇宙的能量，他們的能力範圍覆蓋所有星系，理解所有時空結構，甚至可能控制暗物質、暗能量這種連我們都摸不到的東西。你知道宇宙為什麼會加速膨脹嗎？科學家到現在還不知道，只能把那股力量稱為暗能量。但是如果那不是自然現象，而是某種高維文明的操作呢？4級文明可能知道，也可能操控。对他們來說，宇宙不是家，更像資源池。每個星系、每種粒子、每條規則都是可被收集、調整，甚至重寫的。但4級文明再強，他們還是活在一個宇宙裡，所以他們會遇到一個終極天花板，熵增終點。宇宙有生命週期，會出生，會膨脹，會老化，最後會失溫。如果4級文明不想跟着一起熱寂，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逃出去。逃到哪裡？宇宙之外。於是第5級文明誕生了多元宇宙文明，他們能跨越宇宙與宇宙之間的邊界，像穿門一樣進出不同版本的現實。你可以想象無數個平行宇宙疊在一起，每個版本的物理規則都不一樣。有的宇宙光速更快，有的宇宙不需要原子，有的宇宙甚至沒有時間。他們在這些宇宙之間自由穿梭、搜集、研究，像圖書館管理員一樣，管理着無數個不同規則的世界。他們不只是觀察，他們甚至能創造一個新的宇宙，就像你開一個新的檔案。聽到這裡，你應該感受到一種奇怪的心情，越講越大，越講越詭異，而且越詭異越合理。因為如果宇宙真的有無限多版本，那創造一個宇宙並不比你開一張 Excel 難。你隨便改一條物理常數，就是一個新宇宙的誕生。但這還沒到終點，有了第5級文明，你會問，如果他們能自由進出宇宙，那是誰決定宇宙為什麼長這樣？是誰規定光速是多少？是誰規定重力要這樣拉？
是誰決定電子不能掉到原子核裡？是誰決定時間只能往前走？這就是第6級文明規則制定者。他們不只是穿越宇宙，他們能控制所有宇宙制作工具。換句話說，他們能改寫所有宇宙的底層代碼。對他們來說，時間、空間、因果、維度這些詞就像我們寫程式的變量，可以隨意調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已經完全不像文明，而像神？不是那種神殿裡的神，而是那種只要思考就能改變一切的存在。然後終於到了第7級文明，創世者文明。所謂第7級文明，就是從無到有的創造者，不是改寫宇宙，是創造宇宙本身；不是調整規則，是設計規則；不是觀察現實，是制作現實。你現在看到的一切物理常數、物質、生命、意識、記憶、時間，在他們眼裡都是可設計、可定義，甚至可棄置的。他們創造宇宙的方式可能不是動手，而是意念。他們不住在宇宙裡，他們住在存在之外。你說他們是什麼？神、程序員、意識集合體，我們沒有詞能形容。這也意味着一個恐怖的可能：我們現在所在的宇宙可能只是他們創造的一個作品，可能是實驗，可能是藝術品，可能是一個訓練場，也可能只是對他們來說毫不起眼的一次嘗試。而你、我們的記憶、人生，甚至自由意志，都可能是他們設計出来的參數之一。如果宇宙真的是一個作品，那麼它的目的是什麼？這個問題比有沒有神更可怕，因為神至少聽起來很慈祥。可創世者文明可能根本不在乎你我，他們創造宇宙不一定是為了照顧誰，也不一定是為了教化誰，甚至不一定知道我們存在。你現在看到的一切可能只是他們丟到虛空裡的一個模型，像我們玩沙盒遊戲，打開一個世界，把參數調好，讓它自己跑，你我就是被跑出來的結果。你聽到这裡可能会想，那我是不是連自己的選擇也不算數？有沒有可能我現在這個念頭是程序給我的？你不用緊張，這不是悲觀，這是宇宙最刺激的地方。如果現實是被設計的，那我們就要去找設計的痕跡。科學家真的有在找，而且找到一些讓人越看越心慌的線索。比如，為什麼宇宙的常數剛剛好？剛剛好到只要一丁點偏差，宇宙就不會出現星星，更不會出現生命。比如，為什麼量子世界像是根據觀察才決定結果，就像程式為了省資源，等你點開才載入。比如，為什麼宇宙背景輻射像是從同一個代碼模板複製出來的一致性？這一切看起來不像自然，反而像是被設定。科學界甚至認真討論模擬宇宙的可能性。如果宇宙是模擬出來的，那這個模擬一定需要高等文明來運算。問題是，他們為什麼要模擬我們？你想過嗎？他們可能是在研究文明進化，也可能只是模擬不同物理常數下的世界會怎麼發展，甚至有可能我們只是他們龐大計算任務裡的一個小分支，不重要卻必要。就像你電腦背景跑的某個小程序，你甚至不知道它，但它確實在動。但這一切都還不夠恐怖，最恐怖的是波爾茲曼大腦。這個理論提出一個令人整晚睡不着的想法：在一個無限的宇宙裡，自發形成一個帶完整記憶的大腦，比形成一個完整宇宙更容易。而如果這是事實，那你怎麼知道你不是那個突然冒出來的大腦？你的童年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學校，你聽過的故事，你今天吃什麼？這些記憶可能不是你經歷的，而是一次性被塞進你意識裡的背景資料。你以為你活了幾十年，其實你可能只存在了3秒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覺得這太荒謬，但諷刺的是，從概率學來說，這種荒謬反而是更可能發生的。那你要怎麼證明自己不是被制造的意識？你沒辦法，這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。你懷疑就是證據，你無法跳出來觀察自己，這本身就是你被系統限制住的表現。好，講到這裡，你可能已經開始覺得背後發涼，但別急，我們才正要靠近最深的地方存在目的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宇宙會給我們好奇心？為什麼我們會想探索？為什麼我們天生會對規則、對來源、對意義感興趣？這很不自然，
一般動物只在意吃喝繁殖，只有人類會想宇宙從哪來？這不是生存需求，那它從哪來？有人說這是生物進化，有人說是文化。但如果我們把它放在被設計的宇宙這個框架裡，你會發現一個令人起雞皮疙瘩的解釋：我們被設計成會尋找真相的物種。如果是這樣，那創世者文明可能正在觀察我們，什麼時候會發現他們？我們現在討論的一切，可能就是他們要我們走到的階段。我們不斷向上追問本質，像是在解一個他們放在宇宙裡的謎題。那他們為什麼要我們解謎、科學實驗、文明觀察，甚至是宇宙版自然選拔？想象一下，有無數宇宙，每個宇宙都被放進去不同參數、不同物理規則、不同生命形式，而只有某些宇宙裡的智慧生物能追溯到最深層的問題，這種生命可能才能獲得他們的關注。你也許會問，為什麼要關注？因為對於創世者文明來說，他們要找的也許不是文明本身，而是能突破規則的意識。換句話說，他們在測試有沒有生命能從規則裡看出規則是被寫出來的。如果能，那這生命就具備跳向更高維度的潛力。這就像一道關卡，你發現宇宙是被寫的，你就能繼續往上走。你發現不了，你的文明就停在原地，最終被時間吞掉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人類科技越进步，我們越像是在練習創造一個世界？我們創造虛擬角色，建虛擬城市，寫虛擬物理規則，設計虛擬生態鏈。我們甚至在討論 AI 是不是有意識。你不覺得這句話聽起來很耳熟嗎？這不就是我們在懷疑自己的狀態嗎？換句話說，我們正在重演一個重複的模式：低維生命產生高維生命，高維生命創造更高維生命，層層遞進，直到某一層出現了一個真正能跳出所有規則的文明，而那可能就是創世者文明。但最毛骨悚然的不是這個，而是如果宇宙裡存在第7級文明，那我們是不是他們的訓練模式？我們是不是他們為了創造新文明所培養的種子？他們給我們宇宙，讓我們自己摸索規則，自己發展科技，自己思考意識，然後看我們會不會有一天跳出來，說一句：我懂了，原來這一切是被寫出來的。如果我們真的能悟到這一點，那我們可能就踏入了他們所在的維度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全世界所有宗教、哲學，甚至神秘主義，都在講同一件事：覺醒。只是他們講的覺醒，可能不是精神層面的，而是看穿宇宙本質的覺醒。而你現在開始懷疑，開始思考，開始拼湊宇宙規則，這本身就已經是在闖關。更妙的是，當你看越多宇宙資料，你會發現一個更離奇的現象：宇宙非常像一個被優化過的系統。比如宇宙的能量配置像預算表，哪裡有一點偏差都會整個炸掉。比如基本常數剛剛好讓原子穩定，讓星系能形成，讓生命能出現。比如量子世界有隨機性，卻隨機的剛剛好，讓現實能夠運作。比如大尺度上，宇宙的結構像是被掃過一遍的幾何圖案。你說這些巧合是自然還是設計？這問題本身已經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現在能感覺到宇宙背後那股手感，那是一種規則寫得太漂亮，邏輯連得太順的系統味。你越意識到這一點，你越會明白，我們不是在看宇宙，我們是在讀一套巨大的代碼。而最刺激的部分来了，我們可能不是被困在宇宙裡，我們可能是被邀請來理解宇宙的人。如果你把宇宙當成一個訓練場，一場模擬，一個文明的孵化器，你會發現所有的痛苦、困難、衝突、掙扎其實都有意義，不是因為宇宙在折磨你，而是因為成長是唯一能讓文明往上跳一個層次的方法。你看任何文明史，大突破都不是在舒服的时候發生的，而是在崩溃、危機、濒死邊緣的時候發生。宇宙似乎一直在逼我們成長，逼我們突破認知，逼我們看見框架的邊界。如果這是設計，那設計者的目的很明顯，他們想看我們什麼時候能意識到自己在框裡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一個文明一旦意識到規則可以被重新理解，它的科技就會爆炸。蒸汽機、電力、量子、相對論、計算機、人工智能，每一次都像是從系統裡打開一個新權限。而現在你可以感受到下一道門就在眼前，那道門是什麼？可能是意識的本質，
可能是維度的連接，可能是宇宙是否為模擬，又或是我們是否能自己創造宇宙。所以到最後，你會發現，我們花了這麼久繞來繞去，其實只是在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：我們是誰？我們從哪裡來？我們要往哪裡去？你以為這些問題很哲學？不，它們是文明的方向盤。因為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文明，只能原地打轉。只有敢問宇宙是不是被創造的，敢懷疑規則是不是被寫出來的，敢追問到如果有創世者，那我們能不能成為下一位？這樣的文明才有可能跨到更高的維度。你知道最諷刺的地方是什麼嗎？不是我們渺小，而是我們渺小到不可思議，卻偏偏被塞進一個會思考宇宙本質的大腦。你現在的每一次困惑，每一次頓悟，每一次莫名其妙想抬頭看星空的衝動，都不是無意義的，那是你作為能懷疑的人的證據。動物不會問宇宙從哪來，城市不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城市，只有我們會。所以，也許真正的關鍵不在宇宙，而在意識本身。也許創世者文明並不需要我們建造戴森球、掌控黑洞、殖民星系，他們要的是我們有一天突然頓悟，原來我們也能做到，那一刻才是文明升級的真正開始。你現在可能會覺得自己很渺小，但你想想看，如果宇宙真的被設計過，那你現在坐在這裡聽我說話，就是設計的一部分。你會懷疑，會害怕，會興奮，會好奇，那些情緒本身就是文明的燃料。你以為你只是一個普通人，不是的，你是一個意識節點，是一段代碼的覺醒，是一條文明之河裡突然抬起頭的一滴水。你的存在就是宇宙用來觀察自己的方式。或許有一天，人類真的能向外走，真的能從星球跳到恆星，從恆星跳到星系，從星系跳到多重宇宙，再從多重宇宙跳到創造本身。而當那一天到來，我們回頭再看現在的疑惑、爭吵、恐懼、困境，你會笑，你會覺得像孩子在黑暗裡害怕影子，卻不知道自己遲早會學會開燈。宇宙有沒有創世者？有沒有7級文明？也許有，也許沒有，但這一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願不願意成為那個繼續往上走的人？你願不願意成為那個打破規則、揭開面紗，讓文明前進一步的意識？你願不願意在有限的生命裡去觸碰那條可能改變一切的路線？你願不願意承認，你對宇宙的好奇就是宇宙對你的召喚？所以，我要把最後一句話送給你，也是我整段最想讓你記住的：宇宙未必真實，但你對真相的追尋才是真實的。只要還有人願意問為什麼，文明就不会停下。只要你還願意往上看，人類就永遠走在通往創世者的路上。感謝你聽到最後。如果宇宙真有盡頭，那你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通往那扇門的第一步。